the world's biggest, and they're building it right next to the disputed border with India. And this is where they plan to build it, on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Yarlung Zangbo River, the same river that is called the Brahmaputra in India. Why is China building the dam? Because it wants to weaponize the Brahmaputra. It wants to control the flow of water. It wants to dictate where the river can go. For India, there's another point of concern, and that is Arunachal Pradesh. China says the state belongs to it. The claim is baseless. India will have to double down on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Roads, dams, border villages, they're all now strategic assets.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懒。今天咱就来好好唠唠咱们国家这件天大的事儿——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这事儿啊，可真的让我激动的不行啊！为啥呢？因为它不仅要关系到咱们国家的发展，更可能彻底改变咱们西藏，甚至整个南亚的格局。你们知道吗？就在昨天哦，7月19号的上午，咱们的总理啊亲自跑到这个西藏林芝，给这个超级牛掰的水电工程啊主持开工仪式去了。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开工仪式7月19号上午在西藏自治区林芝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当日9时许，开工仪式在林芝市米林水电站坝址举行。国家发展改革委项目业主中国雅江集团、项目参研参试参建单位代表中国电建、西藏自治区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李强宣布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拉开帷幕。吴正龙主持开工仪式。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项目参研参试参建单位、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总理都亲自去了呀，可见这事啊有多重要啊，多给力啊！话说回来啊，咱们中国这地方那真的是物大地博，特别是这个青藏高原啊，平均海拔4000多米，高的吓人啊，号称是世界第3级。也正是因为这个高啊，所以啊，它成了好多大江大河的源头，像什么恒河啊、印度河啊，都是从咱们西藏啊流出去的。你们可能不知道啊，咱们中国的水电资源那可是相当丰富啊，总共能有6.76亿千瓦呢。但是最牛的是啥？是西藏这个地方啊，光是理论上的水能资源啊，就高达2亿多千瓦，占了全国的30%，这可是全国第一啊，独一份的。但是西藏那个地方啊，环境太恶劣了，平均海拔都是4000多米，你别说是修路建房了啊，就是正常人待在那儿都费劲儿。所以啊，这么好的水能资源啊，以前基本上都是白白浪费了，真的是可惜啊。说到西藏啊，就不得不提一个咱们心里的痛啊，藏南地区。这个地方啊，面积啊差不多有10万平方公里，跟咱一个省差不多大了。可是现在呢，还在这个印度的手里攥着呢。可能啊，有人就会问了啊，1962年那会儿，咱们解放军不是把这个藏南都收回来了吗？为啥后来又撤回来呢？哎，说起来都是泪呀！那时候的新中国啊，真的是太难了。咱们的工业底子薄，没钱没技术，还赶上严重的自然灾害，老百姓啊都吃不饱饭。再加上那个时候国民党那帮人啊，还在台湾岛上瞎折腾。这美国啦、苏联这些大国啊，也老是跟咱们作对，内忧外患一大堆啊。但是还有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啊，就是交通。你们想想啊，藏南那个地方啊，海拔4、5千米，那个时候别说是公路了，就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啊。大部分时间啊都是大雪封山，跟这个内陆完全隔绝。想往那儿运点什么吃的、喝的、修路的材料吧，简直就是痴人说梦啊！这没水、没电、没补给，就算咱们想收复，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那可真是英雄空有报国志，无奈天堑不可逾越啊！但是现在不一样了，这些年咱们中国经济发展得快，工业实力也是越来越强了。这不，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正式启动了，这意味着啥？意味着咱们呀彻底收复藏南，全面开发西藏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了。这个由总理亲自宣布启动的水电工程啊，规模到底有多大呢？听我给你们好好说说啊。这个水电工程啊，建在西藏林芝市，它可不是简单的拦个坝发电啊，而是采用了一种截弯曲直、隧洞引水的先进技术，要建5座梯形电站。你知道投资多少吗？史无前例的1.2万亿人民币啊！这个数字是个啥概念啊？
当年咱们国家最大的水利项目三峡大坝，总投资才多少？这个项目是三峡的整整6倍啊，真的是太牛掰了。等它建成了那发电量更是吓死人呀！权威人士预测装机能量能达到6000万千瓦，每年能发3000亿千瓦时的电。3000亿千瓦时那相当于啥？相当于3个三峡水电站的发电量。你们想想这2024年西藏全年的用电量才154.17亿千瓦时，也就是说，这个水电站1年发的电就够西藏用20年。这电量除了这个西藏自己用那肯定是要输送到全国各地，甚至还能出口呢。这意义可就大了去了。首先呢，它能大大的缓解咱们国家对进口石油、天然气这些化石能源的依赖，减少碳排放，为环保做贡献。其次呢，它能极大的促进西藏地区的经济发展，让这个西藏老百姓也过上更好的日子，用上更便宜的电。更厉害的是它将以这个西藏为中心，建立起一个庞大的能源体系，甚至能重塑整个南亚的地缘格局。前面咱们提到，藏南地区现在还在这个印度人手里，而且这个印度还在不断的往那儿移民，想要把这个地方彻底给吞掉，这让咱们收复失地的工作变得非常棘手。但是这一次雅鲁藏布江水电站的工程选址其中一个重要的地方就在西藏墨脱县。墨脱县是啥地方它是咱们中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边境线，同时呢，它也是离中印争议边境最近的地方，战略位置那真的是太重要了。这以前这墨脱交通条件实在是太差了，根本没法当这个解放军大型的后勤补给基地。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呀，随着这个水电站的建设墨脱县的基础设施、能源供应都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不仅仅是墨脱县的发展机遇更将极大的增强咱们在藏南地区的实际控制力和军事威慑力。这简直就是一石二鸟太妙了。当然啦，雅鲁藏布江水电站首先是咱们中国自己的水电工程，这主要目的是发展经济，减少碳排放，发展清洁能源。所以每年3000亿度的这个清洁电量，除了能满足西藏和周边地区的用电需求它还将成为中国能源出口的一张王牌。你们知道吗？南亚地区经济发展普遍落后，像这个尼泊尔、不丹、孟加拉，包括印度北部地区都是非常的缺电。他们对这个能源的渴望那简直是求贤若渴而咱们雅鲁藏布江水电站建成后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就能够极大的满足这些南亚国家的能源需求，这简直就是最完美的双赢他们能用上最便宜的电，咱们也能通过这个能源出口大大提升咱们中国在南亚地区的影响力，甚至能够重塑南亚的地缘格局。更关键的是这个以前这个印度和巴基斯坦闹矛盾的时候，这个印度总想把这个上游的水源当成威胁巴基斯坦的工具，简直是毫无底线但是咱们雅鲁藏布江水电工程的建成将很大程度上遏制印度这种无视行为，对整个南亚地区都是好事住在咱们隔壁的印度可就担心喽，因为这个雅鲁藏布江不是咱们的内河，它主要是流经中国、印度和孟加拉国。这印度作为下游国家肯定会受到影响。这印度担心啥呢？主要是怕咱们建了这个大坝，想开闸就开闸，想关闸就关闸。要是咱们关了闸，这印度不就少了一大水源吗？虽然不至于断水，但是肯定有影响。更重要的是这个印度还怕咱们突然间开闸泄洪，这雨季的时候下游更容易发洪水。所以这印度一直对咱们的水电工程不太放心，甚至有人说这是水炸弹。现在看来这个印度格局是不是太小了？ China has been doing it for a while. Last year, in fact, they made a similar move. They targeted the Brahmaputra River. China announced a dam project on the Brahmaputra. And not just any other dam. They're planning to build the world's largest dam on the Brahmaputra. They picked the location strategically, close to the line of actual control, LAC, the de facto border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If China gets a dam here, it can control the flow of the Brahmaputra. This is a river that flows into India's northeastern states and then into Bangladesh. The Chinese dam will dwarf all other projects, including China's own Three Gorges Dam, which is the biggest in the world right now. It also sends a signal, a new phase of confrontation that is underway. And India is preparing for it. New Delhi is planning to ramp up its own dam infrastructure. The orders came from Prime Minister Modi himself. He wants all water projects to be expedited.
This includes dams on the Indus, Chenab, and the Jhelum, the rivers that are part of Pakistan's water supply. As per the Indus Treaty, India can draw only a limited amount of water from these rivers. But with the treaty now suspended and Pakistan calling China for help, the gloves are off. Beijing's moves threaten India's water security. This is no longer just a water dispute. China and Pakistan want to use dams as instruments of conflict. So this is an escalation. The tide is still rising. India is well within its rights to respond. 巴基斯坦可能就要松口气了，以后这个印度啊再欺负他们，他们就可以找中国帮忙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总而言之啊，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的开工，对咱们国家来说啊，真的是意义非凡。它不仅能让咱们西藏地区啊彻底告别缺电的历史啊，迈向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它还能在这个战略上增强咱们在藏南地区的实力，为未来收复失地啊打下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啊，它能通过清洁能源的输出，大大提升咱们中国在南亚地区的影响力，造福周边国家。这真是咱们中华民族的又一个伟大壮举啊！想想都让人热血沸腾啊！咱们的祖国是越来越强大，老百姓的日子也是会越来越好。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你们觉得这个雅鲁藏布江水电站的建成还会带来哪些意想不到的好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我是小兰，我们下期再见。